她轻轻碰了碰沉睡已久的爱人，得不到任何回应的她只能发出无助的呼唤。在猫咪的世界里，她觉得妻子只是睡着了，深沉的爱让她选择了默默守护与陪伴。殊不知他们早已相隔了2个世界。当一位大姐发现她时，小菊已经在冰冷的躯体旁整整守护30多个日夜，即便没有得到任何爱的回应，她始终不离不弃，日夜坚守。每当有外人靠近，小菊会毫不畏惧地站在小花身边，仿佛彼此的守护与陪伴是他们一生的约定。或许她觉得小花只是生病了，傻傻的她满怀期待地盼着某一天清晨，曾经的爱人会突然醒来。这位热心的大姐说，小菊和小花一直生活在这条河岸附近，之前经常可以看见他们在河坝边上一起约会。突然有一天，母猫拖着沉重的身体走在岸边，也许知道自己时日无多，她转身躲进了洞内，不久后便倒了下去。几天后，小菊终于找到了小花，可眼前的一幕却如此令人心酸。她不停地呼唤，试图叫醒躺在地上的爱人，可任凭她如何努力都无济于事。于是小菊选择了日复一日的陪伴。自此以后，这个阴冷潮湿的深洞也成了她唯一的家。她几乎时刻守在这个洞内，除了担心小花受到伤害，她更怕对方醒来时找不到自己。每天小菊还是习惯性的帮小花清理毛发，她多么希望小花能醒来陪陪自己。可怜又无助的小菊在干枯的身体旁蹭了一遍又一遍，每个动作都蕴含着对妻子无尽的思念。此时外面的寒风刺骨，但这一刻的温暖却融化了每个人的内心。就这样靠着那些曾经美好的回忆，她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。当感知小花的身体已经僵硬时，她试图帮助妻子恢复原有的体温。或许在她的认知里有着太多不解和疑惑，但我想责任与守护是她所认为的信仰和真理。这对流浪猫的故事感动了附近的居民们，大家纷纷前来探望。可以看见里面布满了垃圾，并且伴随着令人作呕的气味。一位宠物医生说，猫咪对气味格外敏感，它的嗅觉是人类的20万倍以上，很难想象它能够在这样的环境待这么久。也许是那份浓浓的爱意将它留在了这里，可这样艰难的生活对它来说又能坚持多久呢？看见如此情深意重的小菊，附近的邻居们决定立刻对猫咪进行救援。当人们试图向它靠近时，小菊马上跳到了小花身旁，她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妻子。此时的救援陷入了僵持，小菊深情地吻了吻妻子，仿佛是在和对方做着最后的告别。不久后，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猫咪主动往后退了几步，似乎已经默许了人们的好意。当救援人员挪动小花的身体时，他的眼神紧紧注视着即将离开的爱人。接下来，大家继续对小菊开展救援。几分钟后，她顺利被救出。热心的大姐忍不住流下了感动的眼泪。随后，猫咪被送往宠物医院进行检查，医生表示它的身体情况一切正常。经过医生的仔细分析，误食过多的垃圾是导致猫咪死亡的直接原因。一般来说，猫咪的情感世界并不丰富，大概是因为某种特殊原因让它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所以，即便小菊已经感知到对方离世，她仍不离不弃地坚持守护。如果不是救援人员的出现，她会一直延续当下的生活。在小花的遗体被处理之前，大姐抱着她准备和妻子做最后的告别。当看见小花的那一刻，她努力地挣脱怀抱，拼命奔向妻子的身旁。即便有着万般不舍，但以后她必须要学会独自生活。猫咪的目光始终注视着即将离别的爱人，眼神中满是不舍。也许此时她也明白了，这将是他们缘分的终点。望着逐渐远去的小花，小菊不停地呼唤，似乎在和对方诉说着来世相约的地点。故事最后，这位热心的大姐收养了小菊。2只流浪猫的故事完美诠释了爱情的忠贞不渝，至死方休。或许相濡以沫才是每个人心中想要的爱情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，也祝愿视频前的你能遇见生命中的那个他，拥有此生无悔的挚爱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女孩网购了2只迷你小香猪，没想到半年后却长到了200斤。原本呆萌可爱的小猪，如今却变成了这般模样。2只小香猪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体重在不到半年就达到了100斤重，现在就连站立都十分困难。女孩告诉我们，这2只香猪是1公1母，体型大一些的快1岁了，而另一只小的只有7个月。女孩的父亲说，当时商家一再保证小猪不会长大，这才决定买2只送给女儿当礼物。可现在2只香猪的体型已经比女儿大了整整1圈，活生生就是二师兄下凡了。摄影小哥打算为2只香猪测量一下体重，只见他自信地伸展着筋骨，准备将香猪抱到电子秤上面。不过他明显高估了自己的实力，小哥使出浑身力量都没能撼动二师兄分毫。接着他又把目标转移到另一只香猪身上，然而对方却并不愿意配合。最后在几人合力下才将它抬上电子秤。这只小香猪的体重已经达到了68公斤，而另一只刚满12个月的香猪体重高达110公斤。女孩惊讶地捂住了嘴巴，原来2只香猪刚买回来的时候只有10多斤的大小，可长着长着就变成了膘肥体壮的二师兄，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同一只猪。对于家里养了2只上百斤的宠物这件事，女孩母亲的态度始终是一贯而又明确的。她表示随时都可以做出一道红烧肉，前提得是女儿同意才行。但小女孩已经把2只香猪当成了朋友，为了帮他们进行减肥，女孩还特意定制了专属的减脂计划。
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他们再变回原来可爱的小猪。虽然两只香猪看起来很笨拙，但实际上智商比家里的狗子还要高。到了饭点，它就会跑去按铃，甚至还会和女主人化缘。肥肉太多会影响口感，所以女主人很自然地拒绝了它们。但聪明的小猪可并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发。等女主人离开之后，两只香猪瞬间觉醒，它们开始在房间里到处搞破坏，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减肥的抗议，把所有不满的情绪都发泄了出来。主人一家回来后，顿时被眼前的场景所震惊了，而香猪则是一脸的无辜。女主人瞬间就有了吃红烧肉的想法。两只香猪在小主人的庇护下才侥幸逃过一劫。由于每天过着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，即便是吃素都无法阻止它们体重的飙升，并且两只猪的睡眠时间长达18小时以上。眼看着自己的宠物越变越大，于是女孩决定拿出牵引绳带它们出去散步，或许是害怕自己被绑起来卖掉。两只香猪每次都拼命挣扎不肯出去，无奈之下，女孩只好将它们送到了宠物医院。经过检查后，兽医表示两只香猪还在成长阶段，目前它们体型严重超标，但后续两只香猪会长得更重，体型也会变得越来越大。医生建议家主让他们去自己该去的地方。最后经过一家人的深思熟虑后，两只香猪将前往另一个新的世界。大家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吗？这只流浪猫为了让女主收留自己，每天3番5次闯进小姐姐家中。女主对此也很无奈，因为这只猫每天要打扰自己10几次，猫就自己动手将门推开了。进门之后，小五四处观察了一番，以为女主不在家，便自己千挑万选的铲屎官居然是有猫的人，并且还是2只漂亮的白猫。难道这就是自己被拒绝的原因吗？望着自己心里早就有收养猫咪的想法，因为担心家里的2只猫与小五会相处不来，所以一直没有将它留下。现在小五终于被接纳了，至此猫咪也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为了给自己找个好人家，这只流浪猫整天睡在店门口赖着不走。餐厅老板3番5次将它请出店里，可前脚刚把它送走，下一秒这家伙又跟着客人悄悄咪咪溜了进去。老板对此也很无奈，因为这只流浪猫骗吃骗喝也就算了，最主要它偏偏喜欢睡在过道的中间，而且一睡就是一整天，搞得进店的客人经常会被它吓一跳。要不是小哥反应及时，估计这家伙就被踩成了肉饼。可即便如此危险，小五只是若无其事地打了声哈欠。不得不说，这只猫的胆子真是出奇的大。餐厅老板说，几个月前这只橘猫突然闯进来，自此以后就开启了躺平模式。猫咪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，每天跑来店里睡大觉。奇怪的是，它的睡眠质量还异常好，即便是用餐高峰时嘈杂的环境，也无法影响它在这里睡觉的决心，甚至嘴里还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。如果没人打扰它，就会从早上一直睡到晚上打烊，这让老板极度怀疑这只猫是来碰瓷的。但天天睡在过道也不是个事儿，毕竟自己还要开门做生意呢。于是好心的老板试图唤醒猫咪，希望它能换个其他地方睡觉，可躺在地上的猫咪却始终不肯挪动半步。店员小哥将一碗猫粮放到它面前，面对美食的诱惑，它完全不屑一顾，甚至还打起了呼噜。不服气的小哥掏出了手机，将播放的音乐调至最大音量。可即便这样，小五也只是换个姿势继续睡，似乎外界的一切都无法阻止他要躺平的态度。迫于无奈的老板只好将这尊睡神请到了外面。被赶出店外的小五也是一脸蒙圈，明明自己睡得正香，怎么跑到了外面？本以为他会就此离开，没想到小五趁顾客进店的功夫又偷偷溜了进去。上前迎客的老板见这家伙又跑进了店里，于是再一次将厚脸皮的他扫地出门。猫咪满脸不屑地看了一眼店内，你以为这样就能将本喵赶走吗？原来小五早就把这家餐厅的地形摸透了，前门不让走，那我就从后门进去。在穿越几扇铁门后，小五如愿以偿的再次回到了餐厅里，也不知道这里有什么特殊的魔咒，还没走几步，小五就开始犯困，接着就睡眼朦胧的倒在了过道上。看到这一幕的店员也很震惊，完全不知道这家伙从哪里跑进来的。就这样，他一直在过道睡了1个下午，直到店里已经准备打烊了，他还沉浸在睡梦中不肯醒来。但奇怪的是，每次到了5点多左右，小五就会自觉的醒来，然后没有一丝犹豫的走出店里。那么他到底要去哪里呢？为了查明事情缘由，摄影小哥决定跟随猫咪的脚步一探究竟。不久后，一只橘猫出现在了画面中，难怪小五每天都这么准时离开店里，原来是跑去和小女友约会。2只猫咪欢快的在街边打情骂俏，一直到了晚上还在草地上缠绵。怪不得小五白天一到店里就犯困，可为什么一只流浪猫会无缘无故跑到店里睡觉呢？专家解释道，也许是因为老板经常投喂，导致猫咪对店里的环境和人都十分信任，并且他很可能是希望求得店主人的收留。这天，小五和往常一样准时来到餐厅门前，但和往日不同的是，这次他带上了自己的小女友。经过长时间的相处，其实老板早就有收养小五的想法。得知小五最近身子有点虚，老板大方的拿出猫粮给他补补身体。下午时分，果然小五带着女友来到了餐厅里。为了让他改掉睡在过道的习惯，老板特意为他们准备了温馨的小窝。果然安排上猫窝之后，
后，小五就再也不睡在过道中间了。原来这家伙一开始就盘算着让老板给自己安排一个窝，还真是一只有心机的猫。最后2只猫咪顺利入住新家，同时也成为了这家餐厅的吉祥物。据说收养猫咪后，店里的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，看来招财猫的名头实锤了。一只小海豹在冰天雪地里不停地呼唤着妈妈，刚出生没多久，它便和妈妈走散了，失去了妈妈的庇护。小海豹感到既伤心又无助，说着不争气的眼泪就从眼睛里滑落下来。如果没有妈妈的陪伴，幼小的它很难在荒无人烟的北极生存下来。但此时它只能待在原地等着妈妈回来，因为妈妈曾经说过，只要不到处乱跑，妈妈就一定会回来找自己的。几小时后，冰川上刮起了狂风，第一次独自面对极端环境的小海豹感到很是害怕，它朝着四周不断张望，期盼着妈妈能早点回来。不久后，冰川上凛冽的寒风终于停下，疲惫的小海豹也苏醒了过来，可睁开眼睛依旧没有看见妈妈的身影。此时他的心里充满了无助，妈妈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年幼的小海豹再也等不及了，他决定向前爬行，试着寻找妈妈的足迹。但在一片冰雪皑皑的北极找到妈妈实在太难了。虽然小海豹有一双卡姿兰大眼睛，但年幼的海豹几乎看不清前方的路，只能依靠嗅觉缓缓向前爬行。突然，小海豹好像嗅到了熟悉的气味，于是他加快脚步朝着小哥的方向奔去。当小海豹慢慢靠近后，他凑到小哥面前仔细闻了闻，结果却发现这并不是妈妈的味道。小海豹有些失落，趴在雪地上哇哇哭了起来。此时他多么希望妈妈能陪陪自己啊！精疲力竭的小海豹静静地闭上眼睛，幻想着自己睁开眼睛后就能看见妈妈。一觉醒来后，小海豹已经饿得头晕眼花，每向前一步都很艰难。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，可怜的小海豹只能靠冰雪来充饥。他相信只要自己坚持下去，就一定能找到妈妈。在短暂的休息后，小海豹再次踏上了寻找妈妈的道路。不久后，小海豹再也没有了力气。然而此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海豹妈妈从融化的冰雪里出现在了小海豹面前。原来为了足够的奶水喂养孩子，海豹妈妈不得不外出捕鱼。此时的小海豹已经饿坏了，大口大口地吸食着母乳。也许是因为消耗了太多体力，小海豹吃饱后就睡了过去，而海豹妈妈则默默地在一旁守护着，如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。不管孩子走到哪里，母亲的心始终都在牵挂着孩子，母爱不分种族，最后希望小海豹能在妈妈身边健康长大。这是发生在办公室让人暖心的一幕。猫妈妈带着出生不久的孩子生活在狭小的抽屉里，整整10多天时间，人们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它们的存在。原来猫妈妈为了保护小猫的安全，从小便教导孩子们不要发出声音。为了避免被人类发现，猫妈妈白天躲在抽屉里照顾小猫，只有晚上夜深人静时，它才会小心翼翼地钻出去寻找食物。可即便百般谨慎，动物的天性还是让它暴露了行踪。大家发现每天早上办公室里的物品都散落一地，像是被人翻过一样，并且地面上还有一些食物的残渣。起初大家以为是小偷，可办公室里却没有丢失任何东西，门窗也没有出现损坏的痕迹。办公室的人们也是对此疑惑不已。为了查明事情真相，工作人员安装了摄像机进行观察。随着夜幕降临，大家从镜头里并没发现任何异常。可到了深夜时，一只橘猫突然出现在了画面中。只见它穿过铁门的缝隙，缓缓走进了办公室。原来罪魁祸首竟是一只猫。奇怪的是，监控中并未观察到它离开的画面。老板分析，猫咪肯定还躲藏在办公室里，于是大家开始四处查找。但办公室的每个角落都找遍了，却始终没有发现它的身影。大家对此很是疑惑，难道猫咪凭空消失了吗？最后老板想了个办法，等大家下班后，他将面粉撒在地板上，这样便能追踪到猫咪的足迹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家上班时，果然在地面上发现了猫咪行走的脚印。大家沿着痕迹寻找，最后脚印消失在了桌子的抽屉下。小哥打开抽屉后，发现白纸上还残留着面粉，于是他拿起手电筒，侧身朝里面看去。眼前的一幕令人感到惊讶，猫妈妈一脸紧张地看着众人，4只没睁开眼睛的小奶猫正贪婪地吸食着母乳。或许是担心孩子们受到惊吓，被人类发现后，猫妈妈表现得非常平静。而让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是，半个月以来，小猫们竟没有发出任何的叫声。老板对此很是震惊，没想到几只小猫竟然生活在自己的眼皮底下，而大家却全然不知。原来猫妈妈为了防止人们发现，于是教导小猫们不要发出声音。或许他认为这样的方式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孩子。这一刻，猫妈妈的爱感动了所有人。第二天，老板请来了兽医，打算为他们检查身体，可抽屉中的一家五口却不见了踪影。大家四处寻找，最后在角落里发现了他们。看见有人靠近，猫妈妈露出了狰狞的表情。原来猫妈妈觉得之前的藏身之所已经不再安全，于是连夜带着孩子们搬了家。她很害怕人类会伤害自己的宝宝。兽医表示，接下来猫妈妈肯定会搬出这间办公室。为了小猫们的健康，大家决定对猫咪一家展开救援，但似乎他并不理解人们的好意。没办法，大家只能先将小猫一只只拿出来。很快，小猫们被顺利救援。猫妈妈仿佛受到了巨大的刺激，发疯似的冲到了办公室外面。她不明白为什么人类要抢走自己的宝宝，
更不理解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半小时后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猫妈妈被成功救援。随后，大家将猫咪一家送到医院进行了检查。医生表示，猫妈妈将小猫们照顾得很好，它们的身体都很健康。故事最后，好心的老板决定收养猫咪一家，但或许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建立对彼此的信任。抽屉虽小，但却装满了一位母亲对孩子深沉的爱。无言的教导是母爱的智慧，看似简单的行为背后却蕴含着伟大的力量。愿天下所有母亲都能平安健康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靠颜值吃饭的他，却没想到被拒绝的怀疑喵生，可他并没有放弃，心里想着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嫁入豪门。于是他开始对母女二人展开疯狂的追逐。被这么一个老色批盯上，小姐姐明显被吓得不轻。可即便到了家门口，她还一直跟着，出于忍不住追了上去。望着紧闭的大门，猫咪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本以为他就此放弃了，没曾想他居然下定决心要做一只舔猫，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片痴心感动小姐姐。另一边，他把目光放在了心软的丈母娘身上，并且还主动当起了贴身保镖，寸步不离地跟在家主身后。而另一边，猫咪抓住机会疯狂向小姐姐示好，可他看见对方朝着自己靠近，他只不过是想有个家呀。看着眼前如此乖巧的猫咪，家主实在不忍心让它再继续流浪了。第二天，节目组和大姐一起帮猫咪寻找主人。经过多番的打听和走访，但始终没能找到猫咪主人的任何音讯。为了防止自家狗狗再次受到伤害，丈母娘只能为它暂时在阳台做了个小窝。1个月后，猫咪的主人终于找上了门。看见主人的猫咪仿佛在说：“怎么才找到我呢？”主人高兴地抚摸着猫咪。大姐告诉我们，猫咪听到此话的狗子躲在一旁瑟瑟发抖。养宠物的意义不仅是陪伴，更是生活的一种方式。愿每个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以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这只怀孕的母猫正冲着一位女士喵喵叫。为了给自己找个好人家，她已经连续80天蹲守在窗外，其目的就是让女主人收留自己。原来在怀孕之前，她就已经和附近的同伴打听过，得知这户人家的女主是个好人，她便下定决心一定要住进这位女士的家里，顺便再送给她一窝可爱的小奶猫。可目前自己怀有身孕，况且外面流浪的生活实在太难了，猫妈妈决定无论如何也得让这位女士收留自己。可前几个月女主刚生了宝宝，为了孩子的安全和健康着想，女主婉言拒绝了猫妈妈的诉求。可她并没有因此而放弃，反而每天加班加点的来窗外喵叫。因为猫界最近广泛流行一句话：遇贵人而得温饱，择一物而享富贵。女主对此也很无奈，她说以前猫咪是几天来一次，可现在她已经赖着不走了，每天只要打开窗户就能看见猫妈妈可怜巴巴的看着自己。女主也劝过猫妈妈换一户人家碰瓷，但倔强的猫妈妈似乎认定了女主，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这里，即便是炎热的天气也未能动摇她的决心。猫妈妈始终相信自己的坚持会有结果，此时觉得收养猫咪的请扣666。每次女主下楼倒垃圾时，猫妈妈都会主动上前献殷勤。可女主并不吃这一套，于是她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为了表明决心，她决定直接进入女士家中。看着眼前的环境，猫妈妈很是满意。经过4处的参观后，她走进了一处小屋，随后找了个地方安逸的躺了下去，想象着自己入住后的幸福生活。女主人回来后开始打扫房间卫生，当收拾到衣帽间时，柜子里突然探出了一个小脑袋，这可把女主吓了一跳。而猫妈妈也是识相的逃了出去，毕竟自己没有经过允许就闯进家里有些不礼貌。她决定等待下次机会。猫咪鬼鬼祟祟地躲在暗中观察，当看见女主下楼时，它马上跟了上去。看见坐在车上的狗狗，它有些羡慕，但猫妈妈相信在自己不断的努力下，一定能够打动女主。女主在前面走，它就悄悄咪咪地跟在身后。就这样，猫妈妈一路护送女主到家门口。夜晚时，女主打开窗户，看见猫妈妈还在楼下蹲守，几声温柔的喵语瞬间融化了女主的内心。看着楚楚可怜的猫咪，她很是心疼，毕竟自己也是做母亲的。很快，女主为猫妈妈送去了食物，猫妈妈吃得很香，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幸福感。此时怀有身孕的她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。女主表示，其实自己早就想收养猫咪，作为一名母亲，她能够感同身受，但也因为孩子的原因，才会一直将她拒之门外。看着每天苦苦哀求自己的猫咪，女主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，她将猫妈妈送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检查。也许知道女士的好意，整个检查过程她都非常配合。医生表示，猫妈妈怀了4只小奶猫。看见即将来到世上的小生命，女主最终决定收养这只伟大的猫妈妈。可为什么她就认定了女主会收留自己呢？原来不久前，女主曾收留过附近的一只母猫，并且还帮助她成功分娩。女主的事迹在猫圈中广泛流传，怀孕的猫妈妈得知这个消息后，便主动找上了门。如今她的付出终于有了结果，自己的孩子也不用再过流浪的生活了。女主特意为猫咪搭建了一个梯子，并且在阳台为它准备了温馨的小窝。至此，猫妈妈结束了流浪的生活。母爱伟大，愿每位母亲都能平安健康，也希望每个生命都能被世间温柔以待。
公交车迎来一位特殊的乘客，只见他熟练地跳上了车。恭喜老板发大财，免费乘个公交行不行？猫咪名为小五，他可是这辆537路公交车的常客，每天8点他会准时在车站等公交。附近的大爷们说，每天都能看到小五在站点等车。可猫咪要坐车到哪去呢？原来他是在等一个人。看见小五的司机大叔很是高兴，立马安排一套全身按摩表示欢迎，还将他请到了座位上体验一番。大叔告诉我们，别看小五是只流浪猫，它可聪明着呢。不是我开的公交，小五绝不会上车。作为答谢，猫咪带大叔参观了自己的住所。此时我们才发现，原来他只有3条腿。几个月前，一场意外的车祸让他失去了右腿。热心的司机大叔帮猫咪做了简单的处理，并且还经常拿来一些食物和水。为了报答大叔，小五便把家搬到了这个站点附近，只为了每天能和大叔见上一面。而大叔也被猫咪的行为所感动，平时只要一有时间就过来探望他。每次大叔离开时，小五都会立刻追上去，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，仿佛在和大叔道别。看见公交缓缓启动后，小五马上跟在后面，可受伤的腿部让他无法走远。看到这一幕的大叔满是心酸，虽然失去了右腿，但猫咪的生活依旧充满欢乐。他最喜欢大叔送给他的逗猫棒，因为这是小五喵生中的第一份礼物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得到了众多好心人的关心和照顾。猫咪总是注视着过往的公交车，寻找着大叔的身影。突然，小五起身朝着公交车跑去，可仔细观察后发现这并不是大叔的车。小五转身就走了。就这样，他从白天一直等到天黑，一直到深夜，小五还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。此时，一辆公交缓缓停下，小五飞快地冲了过去。他终于等到了大叔来看自己。上了车的猫咪一脸委屈，似乎在说这么晚才过来呢。大叔随即为他拿来了美味的肉罐头。美美饱餐一顿后，猫咪好奇地四处观望，大叔还陪他玩起了游戏，一人一猫尽情享受着这份独有的快乐。但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眼看猫咪赖着不走，趁他不注意，大叔快速地关上了门。此时反应过来的小五立刻就追了上来，不断示意大叔给自己开门。大叔挥手与小五道了声晚安，便驱车离开了。小五失落地走回了家中。虽然拥有好心人的照顾，但流浪街边的生活并不如意，附近经常会有流浪猫过来抢夺食物。由于腿部残疾，每天深夜他只能小心翼翼地躲避在角落里。第二天一早，小五突然消失在了熟悉的位置，大家找了半天也不见猫咪的踪影。得知此事的大叔急忙赶来，几声呼唤后，小五用力地朝着大叔的方向奔来。这是2份相互思念的双向奔赴。见到大叔的小五开心得像个孩子，望着如此懂事的猫咪，大叔决定给小五一个温暖的家，因为它已经是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随后，猫咪被送往医院进行检查，医生说，由于猫咪的腿部没有经过妥善处理，导致它的后半身出现感染和变形，因此需要进行手术恢复。1周后，小五顺利完成了手术，流落人间的天使终于找到了家。万物皆有灵性，愿这世上再无流浪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我是一只中国土狗，每天被一条铁链拴着，吃着一碗残羹剩饭。人们说我不配当宠物，脏丑见是多数人对我的印象。那些不如我的外国土狗，比如法国土狗泰迪、英国土狗柯基、日本土狗柴犬，却被你们精心的照顾着。它们吃着美味又昂贵的狗粮，住在豪华精致的大房子里，享受着主人的百般疼爱与呵护。但你们却不知道，这些所谓名贵的外国土狗，其实都是近亲繁殖的后代。它们不仅体弱多病，而且需要高额的费用来饲养，而我需要的仅是一碗剩饭。人们都称呼我为土狗，但却极少人知道我高贵的血统。我曾是秦始皇的半身兽犬，也被称之为国犬，而我的祖先是被驯服的东亚灰狼。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，我们已经陪伴中国人走过了上万年的历史。我凶猛勇敢，忠心护主，看家护院的本领早已深深刻在了骨子里。我从不挑剔，一碗剩饭就能让我心满意足。没有放在地上的食物我绝不会去碰，因为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。即便我很容易养活，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，人们还是慢慢的抛弃了我，导致我的很多兄弟姐妹都在街边流浪。人们更加喜欢那些撒娇卖萌的外国土狗，因为溜一条土狗是一件很丢人的事。人们给我起了个洋气的名字——中华田园犬。是的，从田园2个字就能看出，在高度城市化的今天，我已经不受城里人的欢迎了，只有乡村的田园还有我的一席之地。可你们知道吗？我的同类在国外却受到追捧和欢迎，甚至很多人愿意用数万元的价格买走我。在澳大利亚，我们被认为是顶级掠食者，与草原之狼齐名。为了防止我们捕猎羊群，当地更是耗费巨资修建了数千里的围栏。如此优秀的我们，却在逐步走向灭绝。难道我们真的如此不堪吗？贵贱高低本是人为定义，所以请放下对中国土狗的偏见吧，因为它真的很棒。眼前这只小猫被八爪鱼狠狠亲了一口，这可把猫咪吓坏了。这时大叔听到声响走了出来，他一把抓起小猫，今天总算让我逮到你了。大叔说这是只小贼猫，除了他还有另一只主犯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小花和小辉是一对流浪夫妻，也不知是何原因让他们盯上了这户人家。平时由小花来负责放哨，而小辉来执行具体任务。他先环顾四周，等待时机，确认安全后，小花便会释放信号。在经过仔细观察后，他鬼鬼祟祟地走向目的地。只见小辉用小爪不断扒拉着，
随后快速叼起一只准备逃离现场。可没曾想这次行动出现了失误，小灰的脸部被牢牢吸住，但聪明的猫咪很快便摆脱了束缚，还没来得及美餐一顿就被大叔抓了的现行，这下总算人赃并获了。据大叔说，这两只小贼猫已经是惯犯，这个月自己已经丢了数百条八爪鱼，他们不光晚上来偷，就连光天化日之下也敢大胆行动。这对夫妻配合相当默契，一只整天有事没事的站在高处侦查，只要院子里没人就会通知另一只。接收信号的小猫马上开始行动，由于是惯犯，小猫的手法和经验十分丰富，抓到八爪鱼后便迅速逃离现场，随后还不忘叫上妻子一起来分享战利品。大姐仔细数了数，发现今天又少了5只。为了阻止小猫继续作案，大叔从隔壁雇来了小白充当保安。这天小花像往常一样行动，却惊奇地发现门外多了一位不速之客。小花有些不好意思，只能尴尬地舔了舔自己的脚丫子，也不知道是年纪大了还是昨晚没睡好，还在岗位的保安竟然睡了过去。小花和小灰相互对视，下一秒小花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。最终他们还是如愿以偿地吃上了海鲜。没办法，大婶买来猫粮，打算贿赂一下猫咪，希望他们能就此收手。可没曾想吃惯了海鲜的夫妻对猫粮丝毫不感兴趣，这让大婶有些束手无策，自己又不忍心将他们赶走。那么为什么小猫这么爱吃八爪鱼呢？这天小花带大婶来到了自己的住所，眼前的一幕让人惊讶不已，原来他们已经生了宝宝。小猫咪好奇地打量着大婶，看样子才只有1个月大小，每只宝宝都非常健康。为了保证足够的奶水来喂养孩子，猫妈妈选择了八爪鱼作为产后营养品，因为八爪鱼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牛磺酸，可以很好的补充哺乳所需的营养。但医生表示，生吃八爪鱼可能会堵塞小猫的气管，甚至导致窒息。由于附近没有更好补充营养的食物，为了养活自己的宝宝，猫咪把目光放到了渔夫家的八爪鱼身上。得知事情的因果后，渔夫大叔立刻为猫咪一家端来了食物，几只小家伙狼吞虎咽的干饭，很快就将碗里的猫粮吃得精光。大叔还将新鲜的鱼肉掺在猫粮中，帮助猫咪加强营养。也许小猫与自己有缘，最终大叔决定收养猫咪全家，从此猫咪一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也许它只是一只动物，但我却在它的身上看见了母爱的伟大、包容和善良，让生活有爱，人间值得。我是小奶狗 Respect。一只小猫咪为了报恩，30天竟送了大婶1568只手套，然而它却成了一名江洋大盗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工地的老板告诉记者，最近工地上出现一只偷手套的橘猫，不仅身法矫健，行动速度快，并且手法也十分娴熟，一看就是惯犯。小猫不但夜晚来偷，就算是光天化日之下也敢肆无忌惮的行动。老板对此很是苦恼，因为这个月工地已经丢了数千只手套，可这只橘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为了查明事情真相，傍晚时记者在现场进行手套带猫，果然没一会儿，一只鬼鬼祟祟的橘猫映入眼帘。他先观察了四周的环境，接着一路小跑直奔工地。猫咪的警惕性很高，时不时还停下进行侦查。记者看到目标后立刻展开追踪，被发现的猫咪立刻逃离现场。它身形飘逸，犹如黑夜中的过客，仅几秒的时间就消失在了画面中。最终记者小哥还是跟丢了，等发现它时，猫咪嘴里已经叼了一只手套。这作案速度让人感到吃惊，还没等小哥追上去，猫咪飞身一跃便再次消失在黑夜中。第二天记者通过走访，最终在一户院子里发现了丢失的手套，眼前堆积成山的手套令记者瞠目结舌。大婶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她连忙解释说自己每天都会收到一堆手套，一开始以为是别人搞的恶作剧，自己差一点就要报警了。可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才发现，罪魁祸首竟然是这只橘猫。原来小橘是只流浪猫，几个月前它带着出生不久的宝宝来到大婶门前，大婶见这对母子可怜，便开始经常喂养它们。由于大婶的精心照料，小橘也从一个身材苗条的小猫变成了一只幸福的煤气罐。从此小橘带着宝宝就一直在附近生活。为了感谢大婶的一饭之恩，小橘开始每天不断叼手套送给大婶。可他为什么要送手套呢？大婶告诉记者，小橘一开始送的是老鼠和小鸟，但没办法，自己只能将猫咪的礼物丢出去。后来细心的猫咪观察到大婶平时都戴着一副手套，小橘便认定手套是大婶最需要的物品。从此小橘开始每天来回往返工地，平时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往院子里叼手套。因为担心大婶不够用，夜晚小橘还经常加班加点的工作。猫咪沉重的爱化成了一堆堆小山。为了报答大婶，他把工地的手套全部偷了回来。或许在人们眼中他的行为很可笑，但对于猫咪来说，他已经把最好的礼物送给了你。小猫的做法固然不可取，但谁会责怪一只如此懂事的猫咪呢？当得知猫咪的事迹后，大婶对此也很愧疚。她将全部的手套洗干净晾晒后，准备将手套还回去。同时，她也希望工地老板不要责怪如此懂事的猫咪。故事的最后，好心的大婶收养了小橘，并且还为它精心准备了温馨的小窝，这也是对小橘知恩图报的馈赠。自此，小橘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归宿。虽然它只是一只动物，但我却在它的身上看见了人性的光辉。内心的善良与感恩是开启幸福的钥匙。愿每条流浪生命都能被温柔相待。我是小奶狗 Respect。